今天是2025年11月3号，乌克兰抵抗侵略的第1348天。昨天，俄罗斯全域战损人员940人，红军乘乌军反杀俄军精锐。莫斯科遭遇大规模停电，交通瘫痪。库尔斯克战场发动决定性反击，乌军第95空突旅全歼朝鲜突击分队。俄军为实现11月中旬拿下红军城的战略目标，投入了堪称豪华的精锐集群，包括波罗的海舰队、北方舰队等5支海军精锐步兵，总兵力是乌军部署的3倍。11月2号清晨6点，俄军从罗金西克地区和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以及季米特洛夫3个方向同时发动总攻，试图以兵力的优势围歼乌军的防御集群。面对俄军的猛攻，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亲临前线指挥，集中第12亚速突击旅、第14亚速突击旅、第93机械化旅、第82独立空突旅等精锐部队，构建起多层防御体系。上午9点，俄军第336近卫海军步兵旅一度突破了罗金西克铁路线，渗透至城区中部，却遭到乌军预设的无人机蜂群和反坦克导弹伏击。乌军的马蒂亚尔之鸟无人机作战单元精准锁定了俄军装甲集群，随后引导标枪导弹摧毁 T-90主战坦克多辆，同时呼叫 F-16战机实施空地协同打击，3架 F-16战机携带精确制导炸弹，从哈尔科夫空军基地起飞，在电子战部队干扰俄军雷达之后，对罗金西克矿区制高点俄军炮兵阵地实施定点清除，单次打击摧毁俄军龙卷风火箭炮4门，彻底瓦解了俄军的火力支援体系。午后14时，乌军发起了决定性的反击。第82独立空军突击旅在 F-16战机的空中掩护下，从红军城的西北郊实施侧翼穿插，切断了俄军110步兵旅的补给线。第14亚速突击旅沿着罗金西克老城区街道展开逐乌的清剿行动，战至18时，完全收复了铁路以南的失地。俄军渗透部队200余人被围困歼灭。乌军不仅守住了核心阵地，更将战线向南推进 1.2千米，控制了罗金西克城区 70% 的区域。俄军5支精锐海军步兵旅伤亡惨重，被迫向红利曼矿区方向撤退。扎波罗热方向，乌军第425突击团斯卡拉部队针对普拉夫尼和斯捷普格诺尔斯克俄军的防线实施了精准的破袭战。乌军借助 F-16战机的掩护，无人机引导海马斯火箭炮摧毁俄军2座弹药库和一处750千伏的变电站，迫使俄军第聂伯河集团放缓进攻节奏，战线稳定在扎波罗热西北15千米处。在哈尔科夫战场，乌军第92机步旅在上午10时对亚历山德罗夫卡方向的俄军发起反击，依托圣山国家公园森林地区的地形，以小股部队渗透的战术，摧毁俄军前沿观察哨6个，将战线向北推进300米，有效遏制了俄军向哈尔科夫边境逼近的势头。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试图发动攻势夺回失地，遭到乌军第68机械化旅顽强抵抗。乌军利用无人机侦察俄军动向，在沃尔恰河左岸布下反坦克地雷和壕沟，摧毁21辆俄军装甲车。俄军推进企图被打破，战线稳固在新老城区的交界处。在苏梅方向，俄军使用天竺葵2无人机袭击外籍军团部署点，被乌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全数拦截。乌军第155机械化旅随即发动反击，在沃夫昌斯克地区摧毁俄军无人机的发射点3处，成功阻止了俄军向苏梅腹地推进的企图。俄军为扭转库尔斯克被动的局面，投入了太平洋舰队以及朝鲜军队等精锐部队，总计兵力超过5万人，试图从库尔斯克西北、小洛克尼西亚东南的苏贾一线实行双线夹击，夺回战略主动权。乌军集中王牌力量，沉着应对。第5坦克旅、第47机步旅等9支精锐部队，依托前期构筑的防御工事，构建多层反制体系。清晨5点30分，俄军第76空降师率先向小洛克尼西亚发动猛攻，试图切断乌军补给线，但乌军早已用无人机蜂群完成了战场侦察。F-16战机编队从波尔塔瓦空军机场起飞，在电子战部队的干扰下，对俄军集结的实施精准的轰炸，摧毁多辆坦克、装甲和炮兵阵地。上午9时，俄军第155陆战队在苏贾一线突破乌军前沿阵地，遭到乌军布设的反坦克导弹伏击标枪和毒刺导弹，在无人机的引导下，1小时内击毁大量俄军 T-90主战坦克，导致俄军攻势陷入停滞。午后13时，乌军发起了全面的反击。第47机步旅在 F-16战机的掩护下，
从库尔斯克地区向西北推进，战至16时收复小洛克尼西亚全境，全面切断俄军第76空降师撤退路线。乌军第95空突旅沿着苏贾两岸展开清剿行动，一举击溃朝鲜援军组成的突击分队，战线向东北方向推进 2.8千米，控制了库尔斯克关键的交通枢纽奥布扬。俄军精锐集群，伤亡多人，被迫向库尔斯克郊区后撤，战线得到了实质性的突破。别尔哥罗德方向，乌军第21机步旅利用跨境打击的优势，对俄边境弹药库实施无人机精准突袭，夜间出动80余架无人机集群作战，摧毁俄军仓库设施4座。俄媒宣称成功击落了24架，但后勤补给能力遭受重创，战线稳定在俄乌边境距乌克兰一侧5000米处。布良斯克战场，乌军第88步兵旅针对俄军防空薄弱地区实施跨境打击。上午10点，无人机引导海马斯火箭炮摧毁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6处和燃油储备库2座，有效停滞了俄军在布良斯克向苏梅增援的企图。赫尔松战线，乌军第36海部旅依托第聂伯河左岸阵地，对俄军渡河的集结部队发动反击。F-16战机精准打击了俄军的浮桥设施，无人机持续追踪俄军渡桥装备，摧毁俄军舟桥部队船只11艘渡河点3处，成功阻止了俄军向赫尔松市南郊的推进。战线稳固在第聂伯河沿岸关键地段克里米亚方向，乌军以远程精准打击和无人机突袭的战术，对俄占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港海军基地和叶夫帕托里亚防空阵地发动袭击。F-16战机携带巡航导弹突破俄军防空网，摧毁2套 S-400防空系统无人机群，对基地的油库实施打击，迫使俄军关闭了克里米亚的部分机场，有效牵制了俄黑海舰队的作战部署。根据俄罗斯媒体 RBC 报道，10月31号至11月1号凌晨，莫斯科发生了大规模的停电事故，导致多个地区陷入黑暗，地铁停运，红绿灯全部熄灭，交通几乎瘫痪，甚至波及了莫斯科市中心，大量的商铺、写字楼和政府机构被迫暂停营运。此次事故被称为近年来影响范围最大的一次事件。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看法，欢迎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